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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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校庆活动的最后一天啦！2004年度的退役篮球友谊赛即将开始。现在我们就用一个快乐的小游戏来为大家进行一个分组。这个游戏叫做“咱俩谁管谁叫爹”，有玩过不？没有啊！咱俩谁是谁的爹呀？哎，对的，就是这样子。我跟卓成来示范一下。咱俩谁是谁的爹呀？咱俩我是你的儿啊！对我这样就输了。啊？那怎么能赢呢？啊，怎么赢的呢？就辈分一定要比另外一方大啊，只要辈分比对方大是吧？对。还有一种问法是，咱俩谁管谁叫爹呀？我管你，那我就输了。他这样就说，我管你叫儿呀。对，这样子就是对的。哦，明白。好，那大家一起先黑白配，黑白配。OK。白的石头剪刀布，看一下谁赢谁输，谁先攻。好，卓成先攻，准备。Are you ready？ 开始。咱俩谁是谁的儿啊？我管你叫爹呀。这个游戏，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他输了。好，他输，败方能能。现在是明浩和阿凯来吧。这游戏赢的攻击是吧？对，你们先看谁攻击谁一次，对吧？对，一轮，你们也可以3局2胜啊，看你们自己。凑剪刀布，你来攻击吧。好，咱俩谁是谁的爹呀？咱俩我是你的爹呀。咱俩谁是谁的儿呀？咱俩你是我的儿呀。咱俩谁是我的儿呀？咱俩你是我的儿呀。咱俩谁是谁的爹呀？咱俩我是你的爹呀。咱俩谁管谁叫爹呀？咱俩你管我叫爹呀。要不我们直接石头剪子布，谁赢了谁就赢了吧？怎么回事？这么你们要拍快一点，你拍上你的对，节奏。你们太慢了。咱俩谁是谁的爹呀？那你们跟着打节奏。准备，来，大家一起来打节拍。好，放下你的球。准备。咱俩谁管谁叫爹呀？咱俩你管我叫爹呀。咱俩谁管谁叫儿啊？咱俩你管我叫儿呀。可以，节奏快了就行。好了，那自动分为能能和阿凯一组，明浩和卓成一组。那大家各自给自己起个队名吧。叫成名，一战成名，一战成名。哎，凯利欧文呢？凯利欧文 ，OK。取完队名后，一场2v2的篮球赛就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凯利欧能看一下这一球传，不传，能选择直接投篮，哇，漂亮！哦耶！我们的欧文，漂亮这一球，哇！凯利欧能。盖他！哇，球权又回来，漂亮！可以，我们的一大成名。防人！10比4了。好，我们的比赛最后剩下3分钟。请各位篮球勇士们加油！一战成名，你们跟上！哇，漂亮！哇，漂亮！我又来了一个，哇，又这个！哇，漂亮！这球算3分球不？可以直接投吗？哇塞！包夹！好，最后的30秒，能准备打上补射人，3、2、1。
好了，结束了。好，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凯莉欧能，就是我们的阿凯哥哥和能能哥哥，真棒！真棒，耶！哎，我们每一年的篮球赛颁奖嘉宾都是本年度的推艺之星啊。那今年不是鲁琴吗？哎，鲁琴呢？对啊，我们的汝晴呢？你们今天有看到他吗？没有。没有。出事了，出事了！图书馆死人了！快来，图书馆死人了！啊！就在退役篮球赛结束时，小薇跑来告诉大家，图书馆死人了。图书馆。快来！快！这里。众人跟随着小薇前往图书馆展厅，发现，汝晴死在了展厅 A 的柜子当中。鲁琴，今天上午我来图书馆当志愿者，然后11点20的时候，我本来打算离开了，忽然想起来我没有打扫昨天晚上怪谈田展，然后我就来打扫。我来到了 A 展厅的时候，我就打开柜门准备擦一下，忽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吓得我连脸都没看清，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们了。这里交给你们了，我要继续打工了，拜拜。辛苦了，小薇。有个刀，我把它抱出来吧。上面还放了一个娃娃，是诅看上去像诅咒娃娃。娃娃中间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那个刀口图案，所以说按照这个娃娃的方式来。开始推理吧体验版第3案，推阵2004推艺怪谈之夺命艺术展正式开始。现在是2004年6月5日，本案受害人汝晴被发现被害于图书馆展览室柜子中，经过初步排查，伤害他的人就锁定在阿凯、罗罗、卓成、明浩4人之中，能能暂时没有嫌疑，所以成为本案的推探。推探在案发现场搜证结束后，将4位嫌疑人带来了小礼堂，进行问询。今天大家早上也看到了，有小薇在我们打完篮球的时候发现了图书馆有我们的其中的一个被害人汝晴，死了，所以案发时间就是我们打完篮球的时候。然后昨天凌晨我们是去参观了那个艺术体验展的，在图书馆里面。今天凌晨0点，能能、汝晴、罗罗、卓成、阿凯、明浩6人都如约去了图书馆，参加了校庆活动推艺神秘艺术展。按照展览规则，大家只能在展览开始前的抽签环节见到彼此，而后大家进入各自的展厅，到展览结束离开都没有再见面。直到今天上午参加篮球赛时，5个人才重新碰面，却再没有看到汝晴的身影。我们的汝晴呢？你们今天有看到她吗？没有。而汝晴的尸体被发现于她凌晨参展时所在的展厅 A 的柜子里，致命凶器是插在她左胸口的一把刀。推探能能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怀疑。展览过程是从12点到12点半的，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也是看到汝晴在的，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大家是没有看到汝晴的。对，所以说这个我推断的汝晴的死亡时间可能就是12点到12点半。汝晴被害的时间很可能在展览进行时，因此能能针对展览展开了重点调查。能能找到了展厅的预约参观表以及体验展说明。这个展厅修建于2003年，每年校庆期间开放，每年只可预约6个参观名额，先到先得。前2名预约的参观人将自动预约展厅 A 跟展厅 B， 后4名的预约参观人呢，按照预约先后顺序进行抽签，选择 C 至 F 展厅。汝晴是第1个预约的，我是第2个预约的，按照这个顺序，汝晴在 A， 我在 B， 然后剩下来的是抽签进入的，所以谁在 C 展厅？卓成在 C， 对，我在 C 展厅。 D 是谁？ D 是我，阿凯。E ，D 是我。 F 是我。
在摸清了每个人的所属展厅后，能能给大家分享了一份在电脑中找到的体验展语音导览。这份导览仔细帮大家回顾了一遍凌晨时经历的体验流程。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推艺神秘艺术展。前2名预约展览的同学已经指定参观展厅 A 和展厅 B， 第3名至第6名预约的同学们，则需要按照预约顺序进行抽签哦。全员到齐，展厅所有门已经关闭。在前一个房间的同学将门解锁前，你们将无法返回。请观察你所在的展厅，每个展厅的中心都是一个法阵，法阵围绕着中心立柜而成。请各位开始围着法阵逆时针绕圈吧，然后请把立柜中心的娃娃想成你心中最深的恐惧，拿起你们展厅中的刀捅向它。各位同学请注意，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留在原地，不要移动，直到蜡烛燃起。请大家吹灭面前的蜡烛，将刀从娃娃身上拔下来。展览体验到此结束，请展厅 A、展厅 B、展厅 C、展厅 D、展厅 E 的同学按下连接门上的门禁按钮。请展厅 A 的同学离开展厅，请展厅 B 的同学离开展厅，请展厅 C 的同学离开展厅，请展厅 D 的同学离开展厅，请展厅 E 的同学离开展厅，请展厅 F 的同学离开展厅。往前走，别回头。所以正式开始的时候，大门连接 A 的大门都会关掉了，对 ，A、B、C、D、E 所有的门都会关掉，直到展览的一个结束大门才会全部解锁。然后的话，每个展厅当中的都是单向门禁。单向门禁什么意思呢？比如像进到 F 的同学，他想出来，只有 E 的同学按下这个门的门禁，他才能出来。以此类推 ，E 的同学想要出来，只有 D 的同学按下门禁，他才能出来。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什么呢？我在那个抽签箱里面，你们每个人都拿到抽签球嘛，抽签箱旁边看到了一个门禁使用的记录，展厅门禁按钮使用记录，门禁都被使用过一次。在6月5日的12点30分，凌晨的12点30分，就是 A、B、C、D、E、F 门禁都被使用过一次。应该就是展览结束，大家把彼此放出来的那个。所以就是在体验展结束的时候，就12点30，这个门都被开过了。只此一次，其他时间没有任何门禁使用的记录。所以疑点就来了。结束了之后，展厅 A 的乳清先离开，过了一会儿呢，导览引导我从展厅 B 前往，然后过程中是往前走，别回头。你有看到乳清离开吗？我没有，其实我是等乳清走了之后，我才从展厅 B 到 A 再出来的。但是我经过展厅 A 的时候，没有发现乳清。所以他有可能是那时候死的，也有可能是12点以后大家都走了以后，死了被塞回来的。有几种可能吧。其实在这个展厅预约参观表当中，大家可以看到，03年我刚刚讲到了16个人，04年也是我们6个人。除了这个6个人预约的，其他人是不知道展厅的结构跟使用方法。除了死掉的2个，还剩10个人。小东、小西、小南、小薇，
还有我们5个人，只有我们10个人知道整个的内部构造以及参观流程以及门禁的顺序。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小东、小西、小薇、小刚他们会告诉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所以今年的人要想知道这个展览馆的情况，提前知道的话，要么他们就是去年的那些人变的，要么就是去年那些人告诉我们的。对，要么就是他真的是在那个展览的时候亲自体验到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去年展览的人告诉他们，或者是我们这里面就有去年的人在呢。由于展览馆平时不对外开放，加上体验展流程十分繁杂，大家认为如果想在体验展过程中杀害汝晴，需要提前知道内部情况，那么或许跟去年参加过展览的人有着多多少少的联系。而在接下来的问询中，每个人的杀人动机都逐渐浮出水面。那由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证据吧。罗罗在乐器室找到一个叠成蝴蝶形状的曲谱证据。哦，一只蝴蝶。此曲都是由卓成制作的，大家这才发现卓成有一个特别要好的表弟。我曾经有一个特别要好的表弟，他的名字叫蝴蝶。然后呢，他人特别的好，但是有点内向。但是在老师和家长眼里，他又是一个品学兼优，或者说是一个特别懂事的一个孩子。然后呢，我也非常的关心、疼爱、照顾他，关系也特别的好。但是由于他的名字叫蝴蝶，他又是一个男生，所以说他会经常遭到同班同学的一个嘲笑，就觉得他是一个小女孩。听到这个情况之后，我还在安慰他，我说你根本不要管他们，他们只是在跟你开玩笑，怎么样的。然后还写了这首歌送给他，一只蝴蝶嘛。但是没想到他的自尊心特别强，看到这首歌之后，我问他好不好听，他也不回答我；问他吃不吃面，他也不跟我去了。再之后我再去找他，他就再也不回我了。所以你的弟弟呢？你的弟弟现在就没有联系了。反正听到你送给他的歌之后，他就不联系你了。对，就生气了。所以我们能知道的就是你有一个没有联系的弟弟了。对，表弟。好的。好，这是第2个证据，回忆的盒。紧接着，在一个装满了蝴蝶回忆的小盒子里，大家发现蝴蝶因为名字像小女孩，一直被嘲笑。是一个男生的照片，但是好像被画上了一些像女生一样的一些特征。这旁边写上了小蝴蝶花衣裳，翩翩起舞把歌唱，原来她是花姑娘。所以在跟表哥卓成断联后，改名成了胡杰，也就是阿凯的室友。他希望通过改名告别被嘲笑的人生。学校的证明写着我校初2一班蝴蝶同学因姓名长期被同学误解的原因，现更名学籍，姓名为胡杰。下面写了一句话：跟过去永别，重新开始吧，胡杰。但没想到胡杰到了大学还是承受着同学们的隐性霸凌。我以为告别了蝴蝶炼狱般的过去，就能迎接新世界对胡杰的善良，一切都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就像陷入泥沼里的人，用尽全力挣扎，反而只会越陷越深。在被选为了退役之星的最后一名时，第600名胡杰，因为不想面对被当作隐形人的痛苦，而选择跳无可奈何自杀。那胡杰是什么时候自杀的呢？6月4号的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封信，然后在无可奈何里发现了胡杰的尸体。除了与表弟相关的回忆盒子之外，卓成那里还有一个盒子，是昨天在瑞斯拜秘密空间发现的那个上了锁的盒子。盒子已经被打开了，里面装着瑞斯拜和汝晴的便签。便签内容显示，小时候瑞斯拜无意间的一句话，导致汝晴被别人霸凌。而汝晴在爷爷严苛要求下，也越来越极端地针对每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同学。爱唱歌的嗓音和唱功也太好了，我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在6月8号的卡门里了，选角前超过他。汝晴要求瑞斯拜操控退役之星的投票，使爱唱歌和胡杰都成为了退役之星的最后一名，被全校无视，也导致了2个人的自杀。
瑞斯拜想揭露汝晴的恶行，却在揭露前一夜遇害。而当大家质疑卓成得到盒子的途径时，卓成却说自己也不知道。然后那个盒子是莫名其妙到我的房间里的，因为我们昨天从 Respect 的秘密空间里拿出来这个盒子的时候，这个盒子其实是上锁的。对。但是到了我的房间里的时候，这个盒子已经打开了。所以有没有可能当初给我递纸条的那个人就是汝晴？为了我们的安全，不要碰面，隔着门传条。我觉得他目前对于汝晴的杀人动机还是蛮明显的，因为毕竟他最亲爱的弟弟因为这个事情，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都是因为遭受了霸凌嘛。卓成不会给表弟报仇，那么罗罗又是为什么呢？阿凯找到了一个关于罗罗日常行为的记录本，上面记录了罗罗的口头禅、行为习惯、喜欢吃的东西、喜欢的发型等等细节，描述的口吻不是罗罗本人，更像是另一个人在模仿罗罗，所以提醒自己要如何做。切记保留罗罗昨天出现的时不时的肢体抽搐。时不时的肢体抽搐是怎么回事？这2天的一些就是被诅咒了，对。所以是谁写的呢，罗罗？你要解释一下吗？你自己写的，所以你不是罗罗。好，那你们既然看到这里了，应该也能猜得出来。实际上这段字都是爱唱歌写的。这个身体是罗罗，就是爱唱歌进入到我罗罗的身体里面了。那跳楼的那个是罗罗还是爱唱歌？是爱唱歌。我以为我已经死了，但没想到我还活着。那我找到了下一个证据，也是在你的枕头套里，然后是一个录音笔，播放一下。汝晴，去年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让所有人都不能投爱唱歌，你成功的当上了卡门里了的女主角还不够吗？这次你又要让我不能投胡杰，到底我还要帮你做多少脏事？你还挺有意思的，我劝你想清楚了啊。我知道了，我会去做的。这2个女生应该是汝晴跟 Respect 吧？是的。为什么会在你这里？昨天晚上 Respect 不是死了吗？晚上的时候我就偷偷潜入了他们的房间，我就在找一些证据，因为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对于所有人来说有这么让人讨厌吗？对吧？我也很想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对于罗罗来说，我一直都是他的佣人保姆，我把他当作朋友，他却这样对待我，这真的是让我觉得太可悲了。而我退役之星的最后1名，居然是被 Respect 给操控票数的。我搞不懂这究竟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因为明明是第2名的汝晴在这次的退役之星的比赛中获得了好处，如果不是我无人理会，失去了搭档，她很难超越我，成为卡门里了的女主角。但是她表现得非常的善良，她究竟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吗？所以我还是带着这个疑问来到了他们的宿舍里，我想要知道真相。所以这个录音笔就是我在他们的寝室里找到的，这是 Respect 偷偷录下来的他们的对话。原来这一切都是汝晴搞的鬼，她才是最后的始作俑者。我现在看透了这个伪善的女人，我要揭开她的真面目给所有人看。所以你杀汝晴的动机非常的明显，是吧？我不知道我能什么时候在罗罗的身体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杀汝晴，因为我随时哥哥们，我怎么又在这里呀？就是罗罗不想杀，那个爱唱歌想杀。爱唱歌姐姐，她不是已经死了吗？你昨天20点晚上8点之后在干嘛呀？8点到12点之间你在干嘛？我就是我不记得，因为我是爱唱歌。相当于昨天晚上你还是爱唱歌。我的记忆很混乱，我只记得我变成爱唱歌的时候去翻箱倒柜了。你这个声音录音第1晚应该是罗罗。没有，罗罗爱装甜美的声音跟大家说，这样才能体现出她的录音diva非常的性感。
我也不用跟那个罗罗和平分手，他反正又是爱唱歌又是罗罗。很开心是吧？我天想的就是做这种烂梦啊！罗罗，哦不是爱唱歌。爱唱歌得知了霸凌自己的幕后 BOSS 是汝晴，所以对汝晴起了杀心。与爱唱歌类似，阿凯也在昨夜发现了汝晴做过的恶事。打开以后是一个这个搜索引擎，上面写着搜索一下，有一个历史记录，然后推克帝国退役怪谈专区怪谈真相参考有缘者参观24小时删帖，然后这个帖是可以点进去的，里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推克帝国的贴吧啦，上面写着第1章下咒。退役怪谈因古老的诅咒而形成，凡是在校内变异为怪物的同学，均是被同一方法诅咒。诅咒方法如下：夜间自习室内有一个磁场特殊的秘密神龛，在秘密神龛上放上一个人的贴身物品，并在该物品上贴上诅咒，诅咒就会应验。然后第2章是解咒。但是这趴没有被拍到，然后是一个校服的上衣吧，牌子上写着汝晴，只不过晴的右边被卡掉了，所以是汝晴的名牌出现在这张图片上了。对，虽然这篇帖子里没有拍到具体的解咒办法，但阿凯根据照片信息分析出，然后仔细看照片，发现旁边写着一个汝字，好像是汝晴，然后也有他背后那个床也有点像宿舍嘛，我就在想。会不会是102宿舍？得出了发帖人是在汝晴宿舍拍摄的照片，于是前去汝晴宿舍寻找蛛丝马迹。我心里怀疑是汝晴给我下咒的，所以我就去102宿舍去搜索了这一切。然后他门虚掩的，我就推开看一下没人，我就走进去了。我又翻箱倒柜，在他的抽屉里面找到一个档案袋，里面就有一个文件，然后写着下咒和解咒。解咒方法写的是下咒之人将与被诅咒之人共存亡，除非下咒者死，否则诅咒永远不会解除。然后我又找到了便利贴，上面有一个 QQ 号和密码，我就立刻跑回宿舍去试着登录一下。结果发现登进去是 Respy 的账号密码，所以我当时就想，难道汝晴他自己觉得他如果找我要贴身物品，我不会给他，所以他要假冒 Respy 的身份，利用这种方式让我去给贴身物品，给我下咒。我想的就是我找到了解咒的办法，他下咒的原因已经无所谓了，我想的就是我要杀了他，解除我身上的咒语，就是这样。无独有偶，明浩昨夜跟阿凯的经历几乎一样，他也在推克帝国上看到了同样一篇帖子，也去汝晴的宿舍求证，并发现了阿凯没带走的那个便利贴。10点25的时候，我就去了102 Respect 的宿舍，然后在他的柜子里找到了一个便利贴，上面记着 QQ 号和密码，然后我就尝试登录了一下，发现真的登上了 Respect 的 QQ， 这说明汝晴有 Respect 的 QQ 账号和密码，所以给我发消息要贴身物品的应该也就是汝晴。明浩也同样认为是汝晴借用瑞斯拜的 QQ 索要了自己的贴身物品，给自己下咒，而为了破除诅咒，也必须杀了汝晴这个下咒之人。不管他为什么要诅咒我，想解除这个变成猪的诅咒，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给杀掉，所以我必须要杀掉他才能解除我身上的诅咒。至此，4个嫌疑人的杀人动机已经全部清晰，而本案是否会存在 X 呢？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
可是今天这个题应该是有 X 的。是，我就是 X。今天究竟有没有 X？让我们继续看下去。